不久前，我在一本关于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传记中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任命格兰特将军为北方军队的总司令，此举在华盛顿政界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政客和将领纷纷向林肯进言，称格兰特嗜酒如命，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林肯只是平静地回应：如果我知道格兰特喝的是什么酒，我会立刻派人给其他将军也送去一些。这个回答令在场所有人哑口无言。林肯看重的是格兰特的能力和战绩，而非他的个人嗜好。更令人称道的是，当格兰特屡战屡胜后，那些曾经诋毁他的政客们又转而称赞他时，林肯从未对他们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这样的话，而是欣然接受他们的改变。林肯的这种气度让我想起了演员马伊琍在一次访谈中说过的话。他谈到，人是有气场的，如果你总是叹气，总是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就会越来越倒霉。如果有个人骂了你，你因为这个人生了一整年的气，那这个人就骂了你一整年。如果有人攻击你，你不要在意，那这个人就消失了。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与杨绛先生的人生智慧形成了奇妙的共鸣。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扰，杨绛先生曾犀利指出，如果别人说你2句，你就受不了了，被2句话干扰得吃不好睡不好，你想你得多脆弱啊。他更以天鹅与乌鸦的隐喻道破真谛，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也有罪，思想不在一个高度，尊重就好，三观不在一个层次，微笑就好，不要和重要的人计较不重要的事，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杨绛先生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真理：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运气，你的心态是你最好的风水。内耗，现代人的精神痼疾，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那些容易焦虑、长期深陷负面情绪、越活越不快乐的人，通常都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整日耿耿于怀，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还是咽不下那口气，每天被各种烂人烂事包围，过不去，放不下，忘不掉，最后耗尽了全身心的精力。究其根本，其实都是因为自身有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穷思竭虑，习惯性内耗。余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多人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其实你可能是情绪进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人生中有太多事情，想得越多，心中的恐惧越深，对精神以及生活状态的影响越大。很多时候，你以为前方早已无路可走，其实只是自己给思绪打了个死结，过不去心里那道关卡。而所谓穷思竭虑，通俗来讲，就是反复回味过去的往事，或者日日担忧还未发生的结果，为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自我折磨。时间久了，不仅活得越来越累，还过反了日子，让生活深陷泥潭之中。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说过，今天所有的忧虑不过是明天的笑谈。然而多少人却无法跳出这个怪圈，日复一日地被自己的思绪所困扰。不久前回家时，我碰巧遇到邻居陈阿姨过来串门。之前听母亲提起过，陈阿姨隔三差五就会来家里倾诉家长里短。年轻时，她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丈夫吵架，吵完后就会向众人哭诉自己当年嫁错了人，大半辈子没过过一天安分日子。孩子工作后，她又总羡慕别人的儿女都有份好工作，自己的儿子上了大学，到头来还只是个打工的，整日为这些事情发愁不已。事实上，他家的经济条件强过身边不少人，他儿子的收入不错，所处的行业发展前景也挺好，可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始终觉得自己命苦，处处不如人。
等到儿子成家后，他又会时不时找邻里们诉苦，话里话外抱怨儿媳妇不会相处，就连对方收拾厨房时放碗筷的声音大了些，他都会想很多。这些年来，他看别人家都是光鲜亮丽，望自己的生活只看得到一地鸡毛，几乎整日以泪洗面，逐渐拖垮了身体。仔细想想，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过不去的其实都是自己痛苦的心境。经常想得太多，就会形成习惯性内耗，而这一切就是痛苦的根源所在。生物工程博士尹烨提到过一段亲身经历，他有段时间做研究时，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数据，因此状态变得特别低迷。那些日子里，他因为情绪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身体开始有了一些不适，频繁出现胸痛的状况，头发也掉了不少。在身边人的建议下，他决定先调整好心情，暂时停下眼前的实验，外出看看大自然。在此期间，他放下了繁杂的思绪，心里的结也一点点慢慢被解开，负面能量逐渐被驱散，再一次为自己注满了生命力。后来聊起情绪方面的处理时，尹烨表示，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会亮，人别太把控制不了的事当回事，你好好爱护你自己，身体会比你更懂得保护你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一句名言，我们痛苦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我们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老话中也常讲到，怒伤肝，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气伤心。长时间的内耗就是在默许自己的精神世界堆满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迟早会伤及自身。别再被阴霾笼罩着生活，务必趁早改掉穷思竭虑的坏习惯。唯有清空内心的垃圾，才能吸引到更多积极的能量，为往后的人生赋能。真正聪明的人，不着急，不生气，不要脸。人为什么总是感觉特别累？主持人张悦说，是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犹豫、焦虑、自我怀疑、着急、担心，所以你就特别累。行走于世间，你越在意什么，就越容易受什么限制。你做任何事情都在意别人的目光，永远秉持面子第一的心态，那就会一直活在别人眼里，永远被脸面束缚。你时常为了旁人的评价陷入自证的陷阱中，不断解释自己，那就容易被他人的一句话左右，活得寸步难行。真正聪明的人早已随着年龄的增长修炼出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对你哭。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我们如何对待生活，生活就如何回应我们。画家黄永玉常被人称为老顽童，他一生走过近100个年头，那份洒脱豁达的人生观令不少人深受启发。有位年轻人曾在网上向黄永玉提问，你一生中最骄傲和失意的事情是什么？他从容答道，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骄傲和失意的，我从来没有丢失自己，不管到了什么年龄，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他都没有放弃追求，只为来人生这一程能玩得开心。50岁考驾照，70岁时外出写生，一画就是10几小时，80岁去给时尚杂志当封面模特，90岁时还经常开车出去玩。而如此对生活质量的讲究，也为黄永玉引来了不少非议，可他却无所谓别人怎么评价。在黄永玉看来，人生就像是一场跑10000米的比赛，有人说你跑的姿势难看，那就跑远点，听不见就好了。有人诋毁他的作品是崇洋媚外，甚至作画丑化他的形象，他也不愿浪费时间多做回应。在他眼中，有太多值得做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必花时间去恨无关紧要的人？人物杂志曾在采访黄永玉时这样写道，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
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这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思想更强大的了。当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外界的风浪就很难再将我们打倒。细想来，这正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修炼出了稳定的内核，精神上便不会再受累。面对生活中的每个变化，不慌不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心稳住了，尘世总会过去。对于生命中的所有得失减少计较，凡事看得太重，都会给心中压上一块石头。文化学者王立群讲过一个观点：人生的悲剧往往是从自我的失衡开始的。命运的阴霾，它是始于内心的乌云。你的内心首先是被乌云遮住了，然后你才会有各种不幸的事情产生。活到一定岁数，放得下面子，戒得了怨气，为生命赋能，收获有价值的东西，从而更好地充实自己。处事不着急，遇事不生气，放得下脸面，活得不较劲，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中年以后，唯有自度。至于一切人生，人到中年，什么才是最好的养生？媒体人梁文道在《圆桌派》中谈到，会养生的人，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睡觉没睡好补多少觉，而是你根本看不见那个要死磕的地方，就这些事情扔掉了就好了。正如他所说，一个人遇事不死磕，眼中根本没有消耗自身元气的东西，什么事情都能过得去。中年以后，在错误的人和事中，及时放过自己的情绪，趁早全身而退，就是治愈痛苦最好的方式。与其在日复一日的坏情绪中透支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如把自己调成低耗能模式，开启崭新生活。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人生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句话道出了心态对人生的重要影响。如果想要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摆脱焦虑、悲观、心烦意乱等负面情绪，不妨试试这几个好办法。首先，停止沉迷手机，学会屏蔽无效信息。手机中往往充斥着各种各样繁琐的信息，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真正跟你眼前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少之又少。学会屏蔽不足轻重的事情，才能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归到有意义的生活中。适当远离浮华且虚幻的网络世界，才能感受到眼前细水长流的美好。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人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与自己独处，而不是不断地被外界信息所干扰。其次，停止过度敏感，别太在意旁人看法。为了别人随口的一句话，思前想后一整天，甚至夜幕降临时还耿耿于怀，难以入睡，实在是自讨苦吃。高敏感的人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的神经，正如杨绛先生洞察的那般，被2句批评就方寸大乱之人，恰似没有根基的浮萍。他人的只言片语就能掀起内心惊涛，本质上暴露的是对自我价值的不确信。若把精神内核修炼成钢化玻璃，虽会留下雨打风吹的痕迹，却始终通透完整。若是活成脆弱的薄冰，既困住了自己的倒影，又时刻担忧外界的温度。当你建立起稳固的价值坐标系，那些嘈杂的评判声终究不过是飞越峡谷的候鸟，留下鸣叫却带不走一片云彩。人生在世，你永远管不住别人的嘴，那就只能守好自己的心。第三，停止处处攀比，专注于自身的节奏。有多少人生活中习惯处处和身边人比个高低，比完房子比车子，比完伴侣比孩子，比来比去。若是自己赢了，便洋洋自得；若是自己输了，
心中便愤恨难消。永远别忘了，最好的生活状态其实就4个字：知足常乐。当你放下比较的执念，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才能看见真正重要的东西，内心的平静，自我价值的建立，以及那份不受外界扰动的踏实幸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比较是快乐的小偷。当我们不断地与他人比较时，我们就会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第4，停止沉溺过去，不必过度担忧未来。过去的事已然发生，多思无益；未来的事还未到来，想再多都是徒增烦恼。每天活在患得患失中，迟早会给身心带来病痛。杨绛先生曾说，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用3生烟火还你半世迷离。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请相信一切到最后都会是最好的安排。第5，停止压抑情绪，找到坏情绪的出口。坏情绪就像垃圾，在心里堆得越多，前行的步伐越沉重，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很累。难过、痛苦的时候，可以试着找朋友、家人聊聊天，或者运动、爬山、练字、做饭。总有一件事，总有一个办法能为你重塑活力。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我不是我遭遇的事情，我是我选择成为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无法控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应对这些事情。最后，停止无效社交，懂得高质量的独处。后半生不必再为了拓宽圈子，强行去挤进不适合自己的人群。牢记不与乌鸦论黑白的生存智慧，面对错误的关系要趁早断舍离，遭遇烂人烂事需及时止损。与其在灰雀群里争论羽毛颜色，不如把时间用来丰满自己的羽翼。往后的日子懂得打理好生活，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宁静中收获心安。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地狱就是他人。虽然这句话有些极端，但他提醒我们，与其在不适合自己的社交环境中挣扎，不如学会享受独处的时光。简单的生活，丰盈的人生。有人曾问投资家查理·芒格，长寿快乐的秘诀是什么？这位见证了近1个世纪风云的老人拈花微笑。很简单，不嫉妒，不怨恨，保持开心，不纠结于你的烦恼，和信赖的人在一起，做你该做的这些简单的事情，都可以让你生活变得很好。这让人想起作家村上春树笔下的小确幸哲学，真正滋养生命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清晨咖啡的温度，散步时邂逅的晚霞，睡前读到的熨帖字句。就像古罗马哲人塞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写道，我们总在等待生活真正开始，却忘了每个呼吸着的当下正是生命本身。那些活得通透的人，都懂得将简单2字淬炼成生存艺术。达芬奇在临终笔记里仍记挂着汤药放凉鞋再喝。齐白石晚年天天盯着葫芦藤画小品。杨绛在《我们仨》中细数着一人读书一人做的寻常午后，他们比谁都清楚，人生的况味不在别处，恰在此时此刻，杯中茶的温度。正如山涧溪流，从不在暴雨后懊悔浑浊，古树年轮不会为某圈不够圆满焦虑，南极企鹅永远安然找自己的节奏，摇摆前行。生命的精彩在于看懂，这世间从无完美剧本，却处处都有即兴演出的精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写道，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爱的时刻。这句话道出了生活的真谛，简单的生活往往是最丰盈的生活。
在变老的路上，请你把自己活成四季常青的树，春来欣然萌发新芽，不吝繁花，杀那芳华；夏至从容舒展绿荫，无惧烈日炙烤；秋深静静飘落黄叶，把枯槁化作养分；冬日沉稳，积蓄力量，在风雪中站成风景。当你学会像天鹅从容游过湖面般照料心情，如飞鸟掠过天际般富养生命，那些曾被我们视作普通的日子，自会在时光的酝酿中显影出惊人美态。毕竟青春会褪色，财富会流转，唯有经营日常的智慧，才是对抗岁月最优雅的铠甲。记住，人生这场盛宴，从不需要满汉全席撑场面，一碟清炒时蔬的鲜嫩，半盏粗茶飘散的香气，三五知己围坐的笑语，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终将在记忆长河里串成璀璨的珠链。就像古籍修复师用最普通的江湖修补5000年典籍，真正的永恒往往诞生于对平凡的虔诚守护，把简单的日子过成诗，让每个当下都成为送给未来的礼物。回归本心，活出真我。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林肯总统，他在担任总统期间，面对的不仅是南北战争的压力，还有来自政敌的诋毁和攻击。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某位政敌在公开场合说了很多诋毁他的话，并建议林肯采取报复行动。林肯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如果我花时间去回应每一个批评我的人，那么我就没有时间去做总统该做的事情了。这种超然的态度，正是他能够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功绩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有类似的经历。二战期间，他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批评。有一次，一位女议员在公开场合指责他喝醉了，丘吉尔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夫人，我现在确实是醉了，但明天我就会清醒，而你明天依然是丑陋的。这个幽默的回应不仅化解了尴尬，也展现了丘吉尔处变不惊的气度。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挑战，而是能够以平静的心态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他们不会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和方向。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人生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反应时，我们就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记住，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的过错，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时，你就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